楚风跳入深渊裂缝之后，便快速下坠。这里具有特殊的引力，束缚住了楚风。楚风的身体已经无法自控，只能不断的向下坠落。虽然漆黑一片，且自己的天眼在此处也是受到了限制，但是随着自己不断下坠，楚风还是能够感受到这深渊开始变得越来越宽阔。本以为自己会坠落到地步才会停下来，可突然间，楚风下坠的身体停了下来，并在了半空之中。这一刻，楚风的身躯也是恢复了自由。虽然可以自由移动，可他依旧看不清这里的真实面貌，漆黑、诡异、神秘。就在楚风打量之际，楚风的身后突然有光芒涌现。楚风回头观望，竟是紫灵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后。不，那不是紫灵，因为它是半透明体，但它也不是灵魂体，只是融入了紫灵的灵魂罢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身上还穿着一套铠甲，只是那铠甲很薄，并且看上去并不像是对身体有益的铠甲，反而更像是一种束缚。而在这个紫灵幻象的旁边，还立着一个牧人。小子，你倒是勇气可嘉，不过你到底是装模作样，还是真的愿意为了那个丫头勇敢挑战，还要看你接下来的表现。那神秘的存在再度响起，我要如何做？楚风问道。把你的手放在那牧人胸口，然后将你的一缕灵魂融入其中。神秘的存在说道。楚风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于是只能照做。刚刚将手放在牧人的胸口，便感觉牧人竟然具有吸取自己灵魂的力量，自己无需施展其他手段，只要放任牧人的索取，就可以将灵魂融入其中。楚风此时也是有些担忧的，毕竟那是自己的灵魂啊。何况楚风已经察觉到这牧人不是寻常的载体，紫灵的束缚必然就与这牧人有关。但是楚风并未犹豫不决，而是立刻将自己的灵魂融入其中。在进入此处之前，他就知道会有危险，但若是怕，他也就不会下来了。而当那缕灵魂进入牧人体内之后，牧人的胸口不仅有楚风的灵魂力释放，还有强大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紧接着，在结界之力的覆盖下，牧人的模样也是开始变化，最终幻化成了楚风的模样，就与旁边紫灵的一样，都是半透明体。这让楚风确定，这个与紫灵很像的幻象，之前应该也只是一个牧人，是再次灵魂力量融入其中后，才幻化成了紫灵的模样。唰啦啦！就在此时，忽然一道铠甲凭空而下，随后便套在了幻化成楚风的牧人身上。这感觉虽说那铠甲是套在了牧人的身上，但楚风却感觉自己的灵魂之内也同样被那铠甲所束缚，一种很不妙的感觉油然而生。他已经是与紫灵一样了，若是那神秘存在想对他出手，此时就可以通过那铠甲对楚风进行折磨。楚风现在还安然无恙，只是那神秘存在没有出手罢了。小子果然有胆量，但只有胆量是不够的，能否救你的女人还要看你的本事。你与本尊玩一个游戏，只要你能赢，本尊不仅放过你，也会放过你的女人。不过你若认输，那你们两个可就都要一直待在这里做本尊的奴隶了。那神秘的存在说道。那位话音刚落，楚风的下方便光芒大盛，有东西出现了。那是一张地图，这地图极其复杂，准确的说更像是一座迷宫。而这地图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很快便从地图化作了实体。那果然是一座迷宫，一座极为巨大且复杂的迷宫。起初楚风还能看到完整的模样，可是此时却只能够看到一个入口了。前辈，你所说的游戏该不会就只是要我走出这迷宫吧？楚风问道。对，就是这样。你是不是觉得很简单？但是本尊告诉你，这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只有10日的时间，10日之内若走不出来，你将会被踢出迷宫。若到了那个时候，也就等于是你输了。神秘的存在说道。什么时候开始？楚风问道。现在已经开始了。神秘的存在说道。楚风化作一道流光，直接钻入了那迷宫之中。进入这迷宫之后，楚风起初走得很快，想要根据脑海中的记忆快速的找到出口。可是这迷宫太复杂了。楚风虽然起初的确是看到了完整的迷宫地图，可是还来不及全部记住，这迷宫便已经化作了实体。不过楚风毕竟也不是寻常人，哪怕只有部分记忆，却也可以凭借这部分记忆进行推敲。正常来说，这种迷宫对于楚风而言可以说是小菜一碟，根本难不住他。可是随着时间流逝，楚风却发现这迷宫的确很不简单。一转眼的功夫，就已经过去了5日时间。5日时间，楚风的脚步从未停下过，可他却根本无法走出这座迷宫。不对，这样不对。楚风终于停下了，他开始冷静思考起来。虽说还有5日的时间，可是若接下来的5日只是这样盲目的走，楚风知道他必败无疑。楚风开始仔细观察着迷宫的墙壁。楚风其实早就发现，迷宫的墙壁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一些重复性的图案，虽然重复性很高，但是大体来说却有着18种图案。那图案看似简单，但其中也许就蕴藏着一些线索。经过楚风一番观察，楚风发现这图案的确很不简单，只是可惜这图案中的秘密并不能帮助楚风离开这座迷宫。接下来的时间，楚风自然也不会放弃。但是转瞬之间，又是5日的时间过去了，加上之前浪费的5日，总共10日时间已到。这困住楚风的迷宫化作气焰消散而去，而楚风竟就站在起初尚未踏入迷宫之时所站立的位置。嘿嘿，小子，你也不过如此，是个有勇无谋之辈。现在你与你的女友都是本尊的奴隶了。那神秘的存在发出嘲讽的声音。前辈，我可以再挑战吗？楚风问道。当然可以，但是下次挑战必须是10日之后。迷宫还是这一座，只要你能够破解，就可以让你出去。不过那个丫头可已经破解多次，都未能成功。话到这里，那神秘存在发出利奥得意的笑声，就像是认准了楚风必然也会失败一样。可笑着笑着，那神秘存在的声音却发生了变化。小子，你是要干嘛？神秘存在对楚风发出质问。因为楚风不仅走到了那幻化成紫灵的牧人旁边，还伸出手
去脱下了那牧人身上的铠甲。太好了，真的能脱得下来。楚风早就观察过，发现这铠甲是可以脱下来的，但是之前还有些不确定，而现在倒是得到了验证。小子，你当本尊是傻子吗？你这种违规的手段是根本没用的。这样的束缚铠甲，本尊这里还有很多，就算你将这个脱了下来，也没有任何用处，这没办法真正的救那个丫头。神秘存在说道。我当然知道这样没办法真的解救紫菱，但是前辈，我若这样的话，还算违规吗？楚风说话间，竟将那从紫菱幻象上脱下的铠甲套在了自己模样的牧人身上。铠甲刚刚套上，楚风便赶忙捂住了自己的心脏处，一股难以承受的痛楚正在自己的胸口扩散至全身，而这种痛楚则是心脏处最为强烈，强烈到楚风都难以承受。小子，你是疯了吗？给自己的灵魂穿上2层束缚，我看你是不想要命了吧？对于楚风的举动，那神秘存在也很是意外。前辈，我这样不算违规吧？可楚风却强忍疼痛，再度问道。倒是不算，只是小子，你这样做可是会死的。你真的要为了换取那丫头的自由而牺牲掉自己吗？小子，你这样做值得吗？神秘存在问道。这样说来，我这样做，紫菱真的可以恢复自由之身？楚风再度问道。他想确定这件事情，你替他承受束缚，当然可以恢复自由。他现在已是自由之身。只是小子，你没听懂本尊的话吗？穿着2层束缚，你根本承受不住。那神秘存在说道。这个倒是无碍，只要紫菱能够脱困就好。楚风此话说完，嘴角竟扬起一抹笑意。楚风说话间，单手捏诀，随后一道阵法自指尖生成，只见其对着胸口一点，那折磨他的力量竟立刻消散。不仅仅是楚风灵魂上的铠甲消散，就连那牧人幻象上的铠甲竟然也随之消散了。那是小子，难道你……见此一幕，那神秘存在的声音之中竟然带着几分震惊之意，但是对于那神秘存在的反应，却是在楚风的意料之中。在进入迷宫的前5日，楚风只想着走出迷宫，可是过了5日时间，他却仍未能走出迷宫后，楚风开始将注意力更多的聚集在那迷宫墙壁上的图案。图案虽然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但其实大多都是重复的。非要说的话，图案形态只有18种，每个图案都蕴藏着一种秘密，单独来看没有任何作用。但后来楚风发现，若是进行排列，将其完整的组成在一起，其实可以形成一座阵法。而那排序的方法其实也在墙壁之上，这个方法也被楚风发现。得到阵法后，楚风就知道这阵法可以化解那铠甲的束缚，所以从那个时候，楚风就想好了这个决策。若是真的无法走出迷宫，楚风就将紫菱那件束缚铠甲也放在自己那牧人身上，通过这阵法一起解除束缚。只是那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若是可以，他还是想要走出迷宫。而最后楚风未能走出迷宫，这也是为何。楚风一再去问那神秘存在，问他这样做是否违规的原因。他就是害怕，他真的直接使出了这化解阵法，那神秘存在给予否认，而现在便没有了这种麻烦。居然被你发现了，这阵法可不容易发现呢。看来本尊要收回那句话，你小子并非有勇无谋之辈。确定那正是自己留下的阵法后，神秘存在的声音中多了几分赞赏。多谢前辈夸赞，那我和紫菱现在都是自由身了吗？楚风问道。自然是了。那位神秘存在声音响起的时候，2个分别幻化成楚风与紫菱的牧人也是恢复成了本来模样，紧接着牧人也是化作气焰消散开来。看来他是真的要放过楚风和紫菱了。前辈，您到底是何方神圣？您与本宗的开宗祖师可是相识？楚风好奇地问道。虽然楚风都没有见到这位神秘存在的真容，可却也知道他手段通天。楚风很好奇他的来头，想知道他与开宗祖师的关系。这个问题本尊不想回答。那神秘存在说道。那前辈晚辈还有一个问题。楚风说道。你问。那神秘存在说道。您可知道如今那遮蔽卧龙武宗的大劫为何难以破解吗？可有其他破解之法？楚风是觉得这位神秘存在不仅实力力傲的，应该对于卧龙武宗也是颇为了解。若能从他这里得到破解大劫的方法，那自然最好。你卧龙武宗的大劫与本尊何干？关于这种问题，莫要再问。神秘存在有些不耐烦。前辈，关于这迷宫的问题，可以吗？楚风问道。这倒是可以，你问吧。神秘存在说道。前辈，这迷宫根本就是无解的吧？楚风问道。为何这样问？神秘存在反问道。只是晚辈的一个猜测。晚辈虽然实力不济，可刚刚也大概看到迷宫全貌，自认为只凭借部分记忆也可推算出破解方法。只是无论如何推算，却都未能推算出破解之法，所以才有了这个疑惑。楚风说道。这迷宫并非无解，你未能走出去，只能说明你的实力还有所欠缺。但是能在迷宫中寻得这解开束缚的阵法，你已经很不错了，至少这是那个丫头没有做到的。神秘存在说道。听闻此话，楚风有些庆幸，原来这迷宫是可以破解的，是他自身能力不足，而之所以庆幸，就是还好这位神秘存在在迷宫之中留下了破解束缚的阵法，否则他莫说无法解救紫菱，就连自己也将被困于此处。你该回去了。那神秘存在话音落下之际，一道结界门在楚风身前浮现。这位神秘存在就这样放楚风离开，楚风竟有些舍不得走。起初得知紫菱被这神秘存在束缚，楚风对这神秘存在充满敌意，可是后来发现这神秘存在似乎也没那么坏，并且和卧龙武宗应该也是有着特殊关系。想到他可能与开宗祖师有关，楚风对他便有了敬意。面对这种人物，楚风还有很多话想问，可是想一想这位如此抗拒的态度，楚风还是将那些话全部咽了回去。前辈，那晚辈告辞了。楚风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施以一礼，随后便踏入了那结界门之中。踏过结界门，楚风便直接回到了一气之地。他所站立的位置正是那深渊出现的地方。
只是此时大地恢复成了原貌，而紫菱和于婷正一脸紧张地站在不远处。只是除了紫菱和于婷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看到这个人，楚风心中顿时一紧。这个人乃是卧龙武宗的宗主大人。这位宗主大人对楚风很是不喜欢，可他在卧龙武宗又是真正的主宰者，不仅位高权重，实力也是深不可测。关键他也是紫菱的师尊，所以看到这位，就连向来遇事不慌的楚风心里也是有些发毛。楚风哥哥，你没事吧？可就在此时，一阵柔软却是扑入楚风怀中，是紫菱。紫菱看到楚风出来，便直接扑入楚风怀中，并且抱得很紧。虽然楚风与紫菱已经相处了一会，可是紫菱对楚风的思念还是非常的深，那种在意，那种思念，楚风能够感受得到。紫菱身为女儿家，怎能如此不矜持？一道训斥响起，自然是宗主大人。听到宗主大人训斥，紫菱也是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赶忙从楚风怀中脱离，但一双美眸还是不肯从楚风身上移开。她一直打量着，生怕楚风受伤。楚风，恭喜你了！可谁曾想，令楚风意外的一幕发生，宗主大人竟对楚风道喜。虽然面无表情，可他的确是在向楚风道喜，还多亏宗主大人成全。楚风对宗主大人示意一礼，此时的他心情很好。虽然只是简单一句道喜，但对楚风而言，这就像是得到了宗主大人的认可。这不正是楚风进入卧龙武宗所最希望的事吗？并非成全，而是你们本就两情相悦，我也不好强行拆散你们。况且能让紫菱如此喜欢你，这也是你自己的本事。宗主大人说道。而听他这番话，让楚风意识到，宗主大人应该早就知道楚风与紫菱乃是爱人关系了。难不成之前的一切都是对楚风的考验，而并非真的不喜欢楚风？楚风，其实我来这里是有事与你说。现在有一个历练的机会，你很适合，可愿意去？宗主大人对楚风说道。请问宗主大人，是何机会？楚风问道。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其他的不必多问，你只需要告诉我，你去还是不去即可。宗主大人说道。弟子愿意。楚风并未犹豫，若是这位宗主大人想对付楚风，根本不需这般大费周折，所以楚风觉得他说给自己一个机会，也许就真的是一个机会。那随我走吧。宗主大人说话后便转身准备离去。宗主大人，紫菱不去吗？楚风问道。紫菱倒是有这个资格，只是他在这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暂时去不了。宗主大人说道。是在此处束缚住紫菱的那位前辈吗？若只是因为这个，那紫菱倒是可以去了。楚风说道。宗主大人看向楚风，目光变得深邃起来。至于紫菱，则是面露喜色。楚风哥哥，难道你问那位前辈？紫菱一脸期待地看着楚风问道，那眼神就是在等待楚风一个肯定的答复。不算赢，只能说侥幸得到了那位前辈的认可。但是现在你可以离开这里了，当然这还要宗主大人应允。楚风话到此处，看向了宗主大人。虽说楚风后面被困是因为此处的神秘存在，但是最初将紫菱关押在此处的却是宗主大人，所以紫菱究竟能否离开这里，解开神秘存在的束缚还不行，还要得到这位宗主大人的应允。紫菱想去吗？宗主大人问道。师尊，紫菱想去。紫菱连连点头，能与楚风一同修炼，他自然愿意。楚风，你有些本事。宗主大人并未回答紫菱，反而是看向楚风。被宗主这样说，楚风却是有些茫然。紫菱平时可不是这个样子，你能让她变成这个样子，的确有些本事。宗主大人此话说完，便向外走去。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但显然他是答应了。见状，楚风与紫菱相视一笑，随后便和于婷一同跟着宗主大人向外走去。起初紫菱还有些担忧那束缚并未真的解除，这倒也不是不信任楚风，只是不太相信那位神秘存在。而这种担忧，直到他们顺利离开遗弃之地，才彻底放下心来。只是当他们走出遗弃之地后，才发现在遗弃之地外竟还有两个人在等着，其中一人便是那个神秘的卧龙弟子之首。这个人似是与楚风相识，但楚风的记忆中却找不出这样一个人。他很神秘，不仅仅是实力，来历也很神秘。但可能因为当日他曾报答左丘幽雨，并且还将卧龙之首位子让给楚风，楚风对他印象其实还好。可这另外一个却不是楚风喜欢的人了，因为这个人便是左丘幽雨。不用宗主大人解释，楚风也知道这卧龙之首和左丘幽雨应该也是与他们同行的。哟，这位就是紫菱师妹啊，果然是美若天仙呢。哎呀，有点后悔了，我居然将这么美的师妹让给了楚风这个家伙。可令楚风没想到的是，率先说出让他不爽之话的，竟是那个他印象还颇为不错的卧龙之首。师尊，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卧龙之首不仅调侃紫菱，还对宗主大人询问起来。楚风已与紫菱定亲，不可胡言乱语，快向紫菱与楚风道歉。然而令楚风意外的一幕又发生了，宗主大人不仅神色严厉地斥责卧龙之首，竟还让其向楚风他们道歉。紫菱师妹，你别这样看着我，我是开玩笑的，我是很欣赏楚风师弟的。不信你问他。卧龙之首虽然并未真的道歉，但是那笑嘻嘻的模样却也让人知道他刚才的话就只是个玩笑罢了。但是紫菱看他的眼神却依旧充满敌意，并且紫菱暗中传音向楚风询问起关于卧龙之首的事情。楚风怕紫菱担心自己，所以并未说卧龙之首曾说要找他算账之事，但却也告知紫菱这位卧龙之首颇为神秘，不了解他的情况下还是要有所防范。相比于这卧龙之首左丘幽雨，你才更要小心。楚风说道。我一直不喜欢他们兄弟，但楚风哥哥，你这样说，你与他是有不愉快吧？紫菱问道。这么说吧，他想杀我，若是被他找到机会，便还会对我下杀手。楚风说道。什么？听闻此话，紫菱的眼中顿时涌现出了一抹杀意。别与你师尊说，这些他都知道，但是没有绝对证据，也不好说什么。别声张，若是有机会，我会处理掉他。楚风对紫菱说道。
当然，他与紫菱的这些交谈都是暗中传音，所以旁人根本听不到。转眼间，楚风、紫菱、卧龙之首以及左丘幽羽4人便跟着宗主大人来到了一座禁地之中。在这禁地之内，有着一位古老的传送阵。看到这传送阵，楚风双眼都开始放光。强大的远古传送阵，楚风见过不少，可是却没有一座比得上眼前这一座。这座传送阵的结界之力非常浑厚，可以说是楚风所见过的传送阵最强大的。并且最重要的是，这座传送阵虽然也很古老，但却并非远古时期，而是远古之后。毋庸置疑，这必然也是开宗祖师的手笔。好厉害的传送阵！师尊大人，您究竟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卧龙之首好奇地问道。七界天河，宗主大人说道。七界天河这4个字映入耳中，楚风的内心则是掀起滔天巨浪。七界天河为何地？那是楚风最想去的地方，可因为自身实力不足，那里却也是楚风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现在竟然要去那里，这让楚风毫无心理准备。七界天河，实际上这4个字说出之后，不仅仅是楚风、紫菱，包括左丘幽羽都是有些意外。显然他们也都知道了七界天河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是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大的天河之一，也是聚集着当今浩瀚修武界最强大界灵师的天河，那是界灵师们心中的圣地。正因为太过强大，当得知要前往那里之后，就连左丘幽羽的脸上也是涌现出了一抹压力。他在卧龙武宗可以耀武扬威，可有自知之明的他却也知道，若是将他放到七界天河，他必然会失去那种傲视群雄的资本。居然是七界天河，师尊，我们是去那里历练吗？这可比我预想的有趣呢。可相比于楚风等人单纯的意外，那卧龙之首却是显得有些兴奋。但宗主大人却并未理会他，而是取出一艘木船。木船原本手指大小，但是当宗主大人抬手一扬，那木船立刻变成了10米长。当其变大之后，这艘船的破旧也就越发的明显。可就是这艘破旧的小船，却蕴藏着极强的结界之术。这是一艘能够加快传送速度的宝物，并且这船上的结界之力与传送阵的结界之力一样。楚风觉得这艘船必然也是开宗祖师的手笔。都上来吧！宗主大人率先上船，见状，楚风等人也是赶忙坐了上去。下一刻，这艘船便进入了传送阵之中。虽然传送阵之中只能看到不断掠过的结界之力，但楚风还是感觉自己心跳加快，身体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股极为凶猛的压力已是束缚住了自己。之所以会如此，乃是传送的速度实在太快，所以才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冲击。幸亏他是武尊境，如若不然，至尊境的话怕是难以承受，若是尊者境的话，恐怕只是这结界传送阵的压力都会让其4分5裂，被硬生生的撕碎。但是楚风已经算是好的了。紫菱脸上的痛苦之色更浓，可要说眼下最痛苦的却并非是紫菱，而是左丘幽羽。左丘幽羽的修为虽然在楚风和紫菱之上，可这传送阵内的压力似乎并不只是修为强弱就能具有绝对的承受力。看到左丘幽羽那面容扭曲，脸都憋成了紫色的模样，楚风虽然窃喜，可他却不能不管紫菱。尽管自己也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是楚风还是在努力向紫菱靠近。只要靠近紫菱，楚风还是能够依靠结界之术帮助紫菱减缓痛楚的。可还不待楚风碰到紫菱，一股力量便将他们覆盖。是宗主大人出手了。当宗主大人出手之后，那股恐怖的压力便立刻消散。多谢师尊，多谢宗主大人。紫菱和楚风立刻道谢，就连卧龙之首也是道谢。而左丘幽羽却没什么声音。顺势观看才发现，左丘幽羽竟然已经7孔流血，且陷入了昏迷。这可真是一个废物，把他带出去，简直是丢我卧龙武宗的人。师尊，要不把他丢下去吧？卧龙之首说道。宗主大人并未理会他，但是卧龙之首对此似乎也是习以为常。尽管宗主大人对他很是冷漠，但他却不以为然，反而继续询问：师尊，我们要去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真的对我也有好处吗？师尊，你该不会只是想要利用我吧？听到这里，莫说紫菱目光复杂，就连楚风也很诧异，这个家伙未免太胆大妄为了，居然敢对宗主大人说利用他这种话。在楚风看来，宗主大人似乎并不像是一个很大度的人啊！你能闭嘴吗？果不其然，宗主大人看向了卧龙之首，目光很是不悦。哎呀，问问嘛，何必凶人家呢？但这卧龙之首不仅胆大，似乎脸皮也很厚。哪怕宗主大人已是如此，他却依旧嘴贫。宗主大人，段长老不与我们同行吗？可就在此时，楚风却也是开口了。楚风知道，宗主大人本来是要与段柳风去七界天河的，他们要去七界天河的目的，楚风是知道的。但眼下宗主大人却只带着他们这些小辈前行，并未看到段柳风。楚风便很好奇段柳风的去向。楚风，我知道段长老与你说过，那我也就不瞒你了。其实我们此行，一方面是给你们提供一个难得的历练机会，但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你们的力量帮助到段长老。宗主大人说道。帮助？宗主大人，段长老他遇到什么麻烦了吗？楚风问道。这传送阵乃是开宗祖师所布，他的力量很强，哪怕七界天河距离我圣光天河十分遥远，可通过这座传送阵，5日时间也是可以到达七界天河。我与段长老已经去过七界天河，只是遇到了麻烦，如今段长老被困了，也许你们可以帮他出来。宗主大人终于说出了此行真正的目的。随后经过宗主大人的讲述，楚风等人也是明白了事情经过。宗主大人和段柳风前往七界天河的目的，自然是寻找卧龙武宗那位前辈，让他帮忙看看如今卧龙武宗的大劫当如何破解。可卧龙武宗那位前辈到底姓甚名谁？其实就连宗主大人也不清楚，只知道那位前辈隐于七界天河、九川星域、天宇上界的真元孤山之中。原本以为来到此处就能找到那位前辈，可不曾想
现如今那位前辈已经不再是隐士状态，他的实力已经显现。莫说天宇上界，就连九川星域以及其他星域，也有人知道，在这真元孤山之中隐居着一位世外高人。这位世外高人无名无姓，没人知道他的来历，所以人们便尊称他为真元上尊。如此高人，各方势力都投来了橄榄枝，想要将他请入门内。可真元上尊对于各种邀请却全部拒绝，但却表示愿意指点后辈。而凡是得到真元上尊指点的后辈，都是有了不小的收获。于是各方势力都希望自己的小辈能够得到真元上尊的指点。可是伴随着找上门的人越来越多，真元上尊自然也是指点不过来。于是真元上尊在真元孤山周围设置了重重阵法，只有闯过阵法的小辈才能够登山见到他，才能够得到他的指点。这也是如今见真元上尊的唯一办法。但只有小辈才有资格登山，这一点无疑是难住了宗主大人与段柳峰。为了尽快见到真元上尊，他们并没有返回，而是使用特殊的至宝与手段，让段柳峰以小辈的身份登山。而宗主大人则是在山下等候消息。只是登山没有多久，段柳峰便传来了求救的消息，他小辈的身份被阵法识破，被困在了一处阵法之中，无法继续登山，更是无法见到真元上尊，反而有着一定危险。得知这个消息后，宗主大人才意识到他还是小看了卧龙武宗这位前辈，于是才返回卧龙武宗，带上了楚风、紫菱、左丘幽雨以及卧龙之首这4位当今卧龙武宗最强的4个小辈来到此处。其实有2个任务交给他们，一个是让他们解救段柳峰，另一个就是让他们找到真元上尊，转告真元上尊如今卧龙武宗的情况。至于这所谓的好处，只要能够顺利见到真元上尊，都会得到真元上尊的指点。这也便是宗主大人所说的机遇。左丘幽雨虽然昏迷，但是很快也就醒了。对于此行的目的，他也是尽数知晓。这座传送阵当真厉害，只是5日时间就跨过遥远的距离，越过无数星辰世界，来到了距离圣光天河较远的7界天河。走出传送阵的那一刻，楚风内心感慨万千。虽然眼前的世界看上去并无太多新奇，可是要知道，这里乃是7界天河的土地，是属于7界圣府的领土，那个楚风必须要挑战的庞然大物。只是如今楚风距离那庞然大物还是相差甚远，他还很渺小。不过眼下楚风没有太多时间感慨这些，因为那真元孤山就在不远处。虽说段柳峰通过手段告知了宗主大人他的遭遇，但是并没有人知道他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他被困在何处，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情况如何。所以楚风等人也没有迟疑，而是快速地进入了真元孤山之中。真元孤山有着一重结界，这结界是由某种至宝与结界的力量组成，只有小辈可以踏入，除了小辈外，哪怕卧龙武宗宗主这种强者也是无法踏入其中。由此可以看出这结界的厉害。真元孤山从外面看并不是很大的山脉，可是走入其中却仿佛进入了一个无边无际的丛林世界，这必然也是那至宝与阵法的力量所致。在这里若是盲目的向前走，就算走上一辈子也是无法登上真元孤山顶峰的，必须要找到特殊的路径以及方法才行。楚风迫切的想要解救段柳峰，所以刚刚穿过结界，便开始用天眼四处观察，寻找登山之法。你怎么还跟着走？有没有点眼力？人家小情侣刚定亲，正是蜜月期，你就别跟着捣乱了吧。一阵斥责的声音响起，是那卧龙之首对左丘幽雨说的。楚风、紫菱，我看咱们还是分头行事，你们2个一起，我与这个废物一起。卧龙之首对楚风说道，而他口中的废物自然是在说左丘幽雨。左丘幽雨身为卧龙武宗曾经的最强弟子，被人这样说却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不是他没有脾气，而是他害怕这卧龙之首，不敢发脾气。好，楚风抱了抱拳。虽说这个卧龙之首嘴上说这与自己有恩怨，可是却一直做着对自己有利的事，让楚风一时之间分不清他是敌是友。但不管怎么说，眼下他不让左丘幽雨与自己同行，倒是一件好事。如若不然，左丘幽雨这个家伙与自己同行，还真是一件麻烦事。随后楚风便与紫菱继续前行，只是当楚风与紫菱走远之后，左丘幽雨的脸色却是变得紧张起来，让他独自一人与这卧龙之首待在一起，他是浑身都不自在。忽然雷纹与雷霆铠甲同时涌现，并且左丘幽雨的脚下更是出现3色雷霆，那是一种尊境级别的身法武技。左丘幽雨施展出全力，向远处快速的飞掠而去。他所飞掠的方向并不是楚风与紫菱离去的方向，他没有别的目的，就只是想要摆脱卧龙之首。然而他跑出没有多远，一只手掌便落在他的肩膀，下一刻直接将他按在了大地之中。干嘛突然就跑？你有没有礼貌啊？这位将他拦下的自然便是卧龙之首。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如此针对于我？卧龙之首问这话的时候，脸上竟然有着几分委屈。可谁曾想，卧龙之首却是嘿嘿一笑，随后问道：你想不想先那楚风一步见到真元上尊？卧龙之首问道：你什么意思？左丘幽雨问道：你若是想的话，我可以帮你。卧龙之首说道：这座覆盖真元孤山的阵法不仅强横，且非常复杂，想要到达顶峰很难，可是登山的路径却也是错综复杂，有着多条，每一条都可以到达顶峰，并且速度有快有慢，当然这难度也是各不相同。楚风凭借天眼很快便寻得了一条登山的路径。楚风知道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到段柳峰是很难的事，所以他选择快速登山。等他到达顶峰之后，与真元上尊说出事情原委。真元上尊必然有手段能够找到段柳峰，救出段柳峰。毕竟就连这阵法都是他布下的，只是哪怕寻得登山路径，想要到达顶峰却也没有那么简单。眼下在登山路径的前方就出现了一道无形的屏障，这个屏障很奇特，算是一种障眼法，你触碰不到它，它也不会阻拦你前行。若是看不穿它的人，
直接走过去就会错过登山的机会。但若站在此处，寻得破解之法，将这屏障破解，便可以继续沿着这条路向顶峰前行。这屏障对于旁人而言自然是一道难题，但是对于楚风而言却是小菜一碟。楚风很是轻松的就将这屏障破解，只是屏障破解之后，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一道结界门。楚风与紫菱穿过结界门，竟然进入了一座广场。这座广场不是很大，广场内有着诸多结界入口，但是结界出口只有一个，若想继续登上，只要从那结界出口出去即可。不过除此之外，在这广场之中还有着一座座结界阵法，均匀地散布在广场之上，那都是较为特殊的淬炼阵法。而眼下这座广场之内可不仅仅只有楚风和紫菱两个人，这里面有着近100人，他们都在那邪淬炼阵法之中进行淬炼。这是我们进入此处的奖赏吗？紫菱看着那一座座淬炼阵法说道。应该是吧，进去感受一下。楚风虽然迫切想要到达顶峰，可却也知道不急于这片刻，这淬炼阵法较为特殊，也许是个机会，所以楚风也想尝试一下。楚风直接进入一座无人的淬炼阵法之中，盘膝坐下，而紫菱也是跟着紫菱进入了相同的淬炼阵法进行修炼。很快，阵法的力量便涌入楚风全身。楚风发现这淬炼阵法有着诸多功效，其中最让楚风欣喜的便是可以增强悟性。只是可惜，这仍无法让楚风悟的破除卧龙魂甲最后一重的方法。若是长时间修炼，对自己也许会有好处，但是显然楚风没有这么多时间去浪费，他还要继续赶路。这位姑娘，我叫宋许许，可否与你交个朋友？可就在楚风准备离开之际，一道甜美的声音却率先打破了楚风与紫菱的修炼。顺声观望，只见一名有着几分姿色的女子正站在楚风与紫菱所在的淬炼阵法之外。这名女子穿着姿色长袍，长袍胸口与腰间令牌上面都写着紫羽仙阁4个字。看到这名女子，楚风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女子身后，那里有着一座淬炼阵法，淬炼阵法之中还有着7男2女，这7男2女都穿着与这名女子相同的服饰，他们都是来自同一座势力。楚风早就注意到他们了，自从楚风和紫菱进入此处，他们的目光就曾扫过楚风与紫菱，尤其是那7名男子，更是曾多次将目光投在紫菱身上。楚风也是男人，自然能够分辨出那是什么样的目光。有事吗？紫菱问道。姑娘来此，想必也是为了找真元上尊指点吧？不瞒姑娘，我们这里有师兄来过此处，有他带路，我们可以顺利见到真元上尊。而我见姑娘很有眼缘，所以是想邀姑娘同行。那名女子面带笑意，态度十分客气且表现真诚，但紫菱又岂会没有察觉到那几名男子异样的目光？这名女子与那些男子乃是同伙，邀请可能是真，但必然也是有着她的目的，所以紫菱直接拒绝道：多谢好意，但我只想与我未来相公同行。那女子看向楚风，原本只是打量楚风，只是她与楚风对视之际，楚风目光突然变得凌厉，那女子身躯不由得抖了一下，眼中更是闪过一抹恐惧。打扰了。女子明显怕了，转身便向回走去。可那名女子刚刚离开，她的那几位同门便站起身来，向楚风等人方向走来。未来相公，那也就是说只是有婚约，还尚未成亲个。其中一个手握折扇的男子似是这群人的首领，他一边打量着紫菱，一边面带淫笑地看着紫菱。楚风哥哥，我们走吧。紫菱与紫菱对于这种场面见过太多，这个世界上嚣张跋扈的人太多，很多时候你不想惹麻烦，麻烦也会找上你。但现在紫菱不想惹这个麻烦，他虽没有理会那折扇男子，却也是站起身来，准备和楚风离开。好。楚风点了点头，也是站起身来。姑娘，别急着走啊。可紫菱与楚风刚刚走出淬炼阵法，那男子便将手中扇子张开，且挡在了紫菱身前。我也有相公，请公子自重。紫菱对那男子说道。他已经极力压抑自己的怒火，但是语气仍是有些不善。楚风知道紫菱为何如此，这里毕竟是7界天河，他是不想在这里惹麻烦，所以才一忍再忍。如若不然，按照紫菱的脾气，他是早就出手了。姑娘，在下乃是紫羽仙阁的真传弟子赵若山，我看姑娘相貌不凡，却与癞蛤蟆为伍，实在看不过去，所以想劝姑娘一句，还是与此人分开吧。你看一看，我们在场的兄弟，哪一个不比他强上100倍？折扇男子此话一出，身后的男子们也是哈哈大笑，且所有人再度看向楚风之时，眼中都是带着鄙夷与挑衅之色。楚风在紫菱心中位置很重，若对方只是对自己不敬，他尚且能忍，可眼下对方竟侮辱楚风，那紫菱便无法再忍。找死！紫菱眼中杀机四溢，这就要直接动手。可就在此时，一只手掌却落在了他的肩膀上，那人乃是楚风。你不要与他们动手。楚风对紫菱笑了笑，随后便一把将紫菱拽到了自己身后。而紫菱太了解楚风了，他明白楚风要做什么，楚风不让他动手，便是要自己动手了。事已至此，紫菱也深知没有劝楚风的必要，这些人的确该教训。于是紫菱也是乖乖地站在了楚风身后，但对面那血子与仙阁的人显然还不知道此时他们危险的境地，尤其是那名手握折扇的男子，脸上还布满得意。想不到这癞蛤蟆还挺有自知之明。兄弟，既然你这么有自知之明，我也就放你一马吧。我有话直说，我看上你的女人了，你识相一点，把你女人让给我，我不会让你吃亏。那折扇男子看楚风之时态度高傲，那可不是商量，而是命令的口吻。看上我女人，这本没错，我的女人如此优秀，喜欢她的人太多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又何错之有呢？但是你刚刚说什么？你让我将她让给你？楚风话里有话，且话到此处，嘴角扬起一抹冷笑。他此时看向折扇男子时，目光已是变得冷冽起来。那我若不让呢？折扇男子
从头到尾都没有将楚风放在眼里，哪怕察觉到楚风目光转冷，却也是丝毫不惧，反而一声轻笑之后，将他那8品至尊的威压释放而出。叫你让，你就让；若是不让，就叫你死。男子杀机毕露，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想要杀了楚风。可是下一秒，杀机毕露的折扇男子却是脸色一僵，不仅是脸，他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是楚风，只是一脚便将男子踹飞了出去。这一脚将男子踢得不是很远，可是男子落地之时，却令所有人大惊。只见男子的腹部出现了一个血窟窿，是被楚风一脚踢穿了。你找死！可能是平日里嚣张跋扈习惯了，哪怕折扇男子已是身负重创，可是那些同门弟子还是立刻拔出兵刃，且释放出了自己的威压。他们都是至尊境，可是最强的却只是7品至尊，还不如那名折扇男子。其实身为小辈，他们的修为真的不弱，都可以算得上是天才。可若与此时的楚风相比，却是明显不够看。只见楚风衣衫舞动，他的威压已是以冲击之势释放而出，这威压异常凶猛，哪是这些弟子能够抵挡的？威压所过之处，那些弟子顿时人仰马翻，无论男女，落地之际皆是七孔流血，筋骨皆断，半条命都直接没有了。直到此时，这些人看楚风的眼神中，才终于涌现出了恐惧。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个看着不起眼的男子，竟会是一位5尊境的强者。别杀我们，我们乃紫羽仙阁弟子，你若杀了我们，我们阁主大人必然也不会放过你的。虽然这番话是在威胁楚风，可是他们的声音都在颤抖，能明显听出他们的恐惧。他们已经开始惧怕楚风，此时的威胁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你这种怯懦之人，也配抢我的女人？楚风根本不理会他们的威胁，而是径直的走到那折扇男子面前。兄弟，我错了，我有眼无珠，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与我这只癞蛤蟆计较行吗？那男子在看楚风眼中的冷冽，已是没有了之前的轻狂，反而是吓得瑟瑟发抖。我不管你是何身份，敢对我的女人不敬，我就要让你付出代价。楚风此话说完，便抬腿一脚落下。这一脚落下，那折扇男子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因为这一脚下去，他的命根子已被楚风踩烂。这可不只是废了他的肉体，更是废了他的灵魂。怕是再厉害的界灵师也无法帮他修复，这一辈子都只能做个太监。但是这一脚落下之后，楚风却并未打算罢手，而是将冷冽的目光扫向了其他弟子。少侠，我知错了，你饶了我吧，都是赵师兄逼着我才去与那位姑娘交谈，这并非我本意。少侠，你放过我。那名最先与紫菱交谈的女子真是被吓坏了，不仅脸上哭得泪如雨下，就连腰下裙摆都吓湿了。少侠饶命，此事与我们无关啊。至于其他人，也没有比这女子强上多少。胆小的一名女子已经吓得昏死了过去，至于其他人，也同样哭得像个泪人。除了恐惧与怕死之外，在他们的脸上还能够看到明显的悔恨。他们怎么可能不后悔？这哪里是癞蛤蟆，这分明就是一尊杀神。早知如此，借他们胆子，他们也是不敢如此啊。只是哪怕对方已经被吓成这般模样，楚风的目光却依旧冷冽，眼中没有一丝怜悯。他并不打算这样放过这些人。楚风哥哥，算了。就在此时，紫菱开口了，不仅开口相劝，更是来到楚风身旁，拉住了楚风的胳膊。若正常来说，事已至此，最好的方法乃是杀人灭口，以绝后患。反正这些人也都不是好人，杀了他们也并非作孽，反而是替民除害。可偏偏在这里还有其他势力的人，这些人与此事无关，可却偏偏见证了事情经过。但总不能因为不想将此事传出，就把他们也都杀了吧。所以此事必然会传出去，教训已经教训了，留他们一条命。若是他们师尊是明事理的人，那也许还有回旋的余地。记住，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别自以为有点本领就为非作歹。今日我饶你们一条性命，但你们也最好别再出现在我视线之中，如若不然，我要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楚风此话说完，才带着紫菱离开，走入了那道离开的结界门，穿过结界门，又回到了丛林之中。只是身后的景象却已经完全不是他们来时的途径。不过好在登山的途径却是非常清晰。于是楚风与紫菱便继续前行。只是走了没有多久，紫菱便脸色大变，不仅满面痛苦，就连走路的力气都是没有了。只是一瞬间，便俯身蹲下，瘫倒在地。紫菱，你怎么了？眼见不妙，紫菱赶忙为紫菱查探。可这一查探不要紧，就连楚风也是慌了。楚风的灵魂极为不稳，随时可能会散。可灵魂乃武者根本，武者到了一定境界，只要灵魂不灭，哪怕肉身尽碎也并无大碍。可若是灵魂散去，那生命也便是到了尽头。此时紫菱的情况便是到了危及性命的地步。紫菱怎么会这样？楚风用尽手段，可却发现无能为力，这让向来沉稳的楚风也是乱了阵脚。这可是他最爱的女人啊！楚风哥哥，抱歉。紫菱没有直说，可是双眼却湿润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伤了你，让你变成这个样子？难道说是那位前辈？楚风不由得联想到了遗弃之地那位神秘存在。楚风之前灵魂被束缚，如今灵魂又快要散去，若非要说，那位神秘存在的可疑性便最大。不是，与他无关，与任何人无关，是我自己的错。紫菱说这番话的时候，身体也是越来越虚弱。紫菱，先别说话，闭上眼睛，专注于灵魂相融。楚风开始布置阵法，而紫菱也是赶忙照做。当这结界阵法布置之后，通过阵法转换的力量，开始源源不断的涌入紫菱体内。紫菱的情况总算得到了一些好转。你这样下去，自己可是会死的。可突然之间，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听到这个声音，紫菱赶忙睁开双眼。楚风哥哥，你看
看到此时的楚风，紫菱大惊失色。此时的楚风不仅脸色铁青，更是骨瘦如柴，连头发都白了不少，看上去就像是灯尽油枯、将死之人。楚风原本无碍，可突然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紫菱又不傻，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是与帮助自己有关。楚风必然是为了帮助紫菱，而使用了消耗他生命的结界之术，来强行帮助紫菱。紫菱，按我说的做。楚风劝道。不行，你快停手。紫菱想要起身，可却发现根本无法动弹。楚风用自己的力量压制住了紫菱。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是伟大，竟愿意为了心爱之人消耗自己灵魂。不过其实你根本不必如此，毕竟你们很幸运遇到了我。那女子声音再度响起，那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子，那白裙异常洁白，但却十分朴素，看上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有些圣洁，却也有些诡异。她的长相很是普通，乃是一张路人脸，可却偏偏有着几分神秘之感。一头黑色长发盘于头顶，这打扮倒是端庄得体，一眼看去，她有着与年龄不匹配的成熟气度。且她说话之间，已是轻步来到了楚风与紫菱身前。只见其手握一颗丹药，但却并未塞入紫菱口中，而是手握丹药按在了紫菱眉心。下一刻，那丹药瞬息分解，化作气焰涌入紫菱体内。好厉害的丹药！看着这丹药，楚风也是十分惊讶。他能感觉到那丹药化作气焰之后，融入紫菱灵魂，紫菱原本快要散掉的灵魂竟然开始相融。只是一颗丹药，便让楚风束手无策的紫菱开始好转，可想而知，这丹药是何等的厉害。难得的有情郎君，看来也不能对你不管不顾了。女子说话间，又取出一颗丹药，随后按在了楚风的额头之上。这颗丹药也是立刻化作气焰，融入楚风体内。楚风为了救治紫菱而损坏的灵魂，在这丹药入体之后，竟也开始修复。不过短时间之内便恢复了大半，不仅容貌恢复，并且要不了多久，楚风的身体也会彻底恢复。可是要知道，楚风刚刚施展的乃是很危险的禁术，这对灵魂的损害是极高的。若不是为了救紫菱，楚风也不会出此下策。可就是那样的伤害，竟能如此快速的恢复，就连楚风也是十分震惊。好神奇的丹药，这便是七界天河吗？楚风也是界灵师，所以他比谁都清楚这丹药的厉害。这必然是极强的界灵师所炼制的丹药，而这名女子拥有如此丹药，必然也不是寻常之辈。虽然是同辈，但却让楚风再度感受到了差距。这不是他与女子的差距，而是圣光天河与七界天河的差距。姑娘，多谢了，不知姑娘可否告知尊姓大名？今日搭救之恩，我楚风日后必会相报。楚风赶忙起身道谢。你叫楚风是吗？这名字倒是不错，人品更是不错。现如今像你这样的有情之人可是不多。对我，你不用谢，也不用问我是谁，我只是恰巧路过，不忍你们两个这样恩爱之人就这样命丧于此罢了。对了，看你们的服饰，是卧龙武宗之人吧？那名女子问道。你知道卧龙武宗？楚风很是意外。楚风与紫菱为了不招惹麻烦，不仅将卧龙武宗的腰牌收起，就连卧龙武宗的弟子服饰也是进行了改动，把卧龙武宗的标志都隐藏了起来。可哪怕如此，这名女子却也能一眼认出他们是卧龙武宗之人，这说明对方应该很了解卧龙武宗才是。再联想到这名女子身上有着如此厉害的丹药，楚风便不由得想到她与真元上尊的关系，她很有可能是真元上尊的弟子，或是后人。难不成你与真元上尊相识？楚风问道。真元上尊，我与他的确相识，不过我能猜你们是卧龙武宗的弟子，却与他无关。我是因为遇到了你们的段长老，从他口中得到了你们卧龙武宗的弟子特征，所以才根据你们的服饰猜到了你们的身份。那女子说道。段长老，可是段柳风？楚风问道。对，应该就是他了。随后这名女子倒是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她偶然间遇到了段柳风，但是因为知道段柳风被困的原因是破坏了此处的规矩后，她并未出手相助，但却也对段柳风有些同情，所以便与段柳风聊了不少。得知后面应该会有卧龙武宗弟子会进入此处解救段柳风后，他便询问了卧龙武宗弟子的特征，想着若是遇到卧龙武宗弟子，可以指引卧龙武宗弟子前去解救段柳风。不成想还真的被他遇到了。那请问姑娘，我段兄现在何处？楚风问道。你不用急，我刚刚来此之时已是遇到了一位你卧龙武宗的弟子，我已告诉他你们段长老所在的位置了。你现在还是先带着这位姑娘离开这里吧，这里的阵法力量强于无形，继续留在此处仍会对其造成影响。你若想她保命，便不要让她继续登山，而是赶紧下山吧。那名女子说道。我卧龙武宗弟子是戴着面具的弟子，还是另有他人？楚风虽然在意紫菱，可是听到女子的一番话后，此时楚风更在意的却是段柳风的安危。若是卧龙之手倒也罢了，若是左丘幽雨可就不妙了。戴着面具那倒是没有戴着面具，并且长得还挺俊的。哦，对了，他告诉我他的名字了，是叫左丘幽雨。女子说道。糟了，听闻此话，楚风暗叫不好。左丘幽雨与楚风乃是死敌，并且左丘幽雨知道段柳风乃是楚风的靠山，自然也会视段柳风为敌。如今段柳风被困，难免实力受到限制，若是左丘幽雨图谋不轨，那段柳风很可能会遭遇不测。姑娘，快告诉我段兄现在何处，不然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楚风赶忙追问道。难不成我是通知错人了？女子倒也聪明，看楚风的反应便察觉到了不对。随后女子大袖一挥，便有一张结界地图浮现。若是如此，倒是我犯下了错。这样吧，你去找那段长老，这个姑娘我就帮你送下山。那女子将地图递给楚风的同时，且将紫菱搀扶在了怀中。但楚风看着紫菱，却是有些犹豫，这毕竟是他心爱之人，本该是由他护送的。楚风哥哥，你去吧，不用担心我。师尊可以帮我。紫菱说道。好，姑娘，
那便有劳你了。虽然与这女子刚刚相识，可他刚刚的却是帮了自己。楚风觉得他应该也没有理由对紫菱不利才是。而眼下段柳峰的情况也由不得楚风犹豫太多，所以楚风立刻启程，按照地图上的记载，快速的向段柳峰所在的方位赶去。真元孤山的登上路径有着多条，段柳峰有至宝在身，他所选择的这条路径比楚风选择的那条还快，只是这条登上路径虽快，可却也更难。段柳峰自身能力没有问题，但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其实并非小辈。此时段柳峰趴在地上，一座白色光芒体笼罩着他，他脸色苍白如纸，冷汗更是如雨落下，哪怕呼吸都能听呼吸，也能听出他的虚弱，那个样子就像是无形的巨山压住了他一样。而让他如此的正是那白色光芒体，这是一座惩罚阵法，专门惩罚段柳峰这种人，非小辈却擅入此地的人。段长老，伴随一道呼唤响起，段柳峰也是艰难的睁开眼眸，可是看到那出现在不远处的人后，段柳峰却是开心不起来。来者乃是左丘幽雨。段长老，你别着急，我这就想办法救你出来。左丘幽雨上前说道。幽雨，我并无大碍，你不用管我，你还是先到达顶峰，去找到我宗那位前辈吧。段柳峰说道。他知道，既然宗主将左丘幽雨带来了，左丘幽雨必然也是知道了此行的目的。段长老，我看你的样子可不像是并无大碍，继续下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去找我宗前辈也不急于这一会，我还是先救你出去再说。左丘幽雨说话间便施展武技，对着那阵法冲击而去。这武技看似是在试探阵法，可余威却是落到了段柳峰身上。只见几道武力光点打在段柳峰的身上，而那武力光点所过之处，很快便有鲜血涌现。段长老，怎么会这样？以我这样的修为，怎么可能伤到您？难道说在这里您的肉体和修为也得到了压制？左丘幽雨一脸意外地问道。左丘幽雨，你分明是故意为之，依我看，你根本没有解救我的打算，而是想让我死在此处吧？但我不告诉你，莫要小看我，我有手段能与宗主大人联系，你若杀了我，宗主大人是会知晓的。段柳峰以警告的口吻对左丘幽雨说道。可是听到这番话后，左丘幽雨不仅不慌，反而是发声大笑。段长老，我并没有小看你，你可是我卧龙五宗内10大卧龙长老之首，你的本事恐怕比我爷爷也不弱上多少。若非此处阵法，就算10000个我，你也可以在1年之间将我抹杀。我哪里有对付你的本事？可偏偏这里就是有这样的阵法，且这阵法还针对了你。我左丘幽雨要么不出手，既然出手就绝不会罢手。你不用拿宗主大人来吓唬我，莫属你没有能够通知宗主大人的手段。就算你有，今日你的命我也是要定了。其实段长老，你也别怪我，我们之间本是没有恩怨的，只是那楚风杀了我哥，我必然要除，而你算是被他牵连的，所以要怪就去怪那楚风吧。左丘幽雨此话说完，便面露凶相，且在一道寒光闪过之际，他已是将尊兵拿了出来。不仅如此，他的雷纹以及雷霆铠甲也是同时施展而出，修为从3品武尊提升到了5品武尊的地步。如此修为再加上尊兵的加持，此时的左丘幽雨实力极强。可哪怕如此，他也没有再贸然出手，而是磅礴的武力在其体内汇集，他是在施展尊境武技，他不敢大意，所以想要一击之内就想要将段柳峰斩杀于此。可突然之间，一道雷霆光刃自左丘幽雨身旁袭来，这雷霆光刃异常凶猛，所过之处无物可挡，连空间被斩切开来，并且那雷霆光刃速度极快。当左丘幽雨反应过来之际，那雷霆光刃已是来到他近前，直接落在连他的身上，噗嗤，鲜血飞散。左丘幽雨他不仅被轰飞开来，更是被硬生生的斩成了2段，身体落地之际已是一动不动，且没有了气息，他已经死了。可哪怕如此，那汹涌的雷霆却不依不饶，不仅没有立刻散去，反而面积扩大，化作无数道雷霆，不断的轰击在左丘幽雨的身躯之上。段兄，你没事吧？很快，手持英雄剑的楚风也是自雷霆光刃飞来的方向一跃而出，直接来到了段柳峰所在的阵法之外。此时楚风不仅开启了雷纹，更是施展了雷霆羽翼以及4项神力，将其修为从1品武尊提升到了4品武尊的地步。之所以施展全力，乃是因为到了武尊境后，太古英雄剑已经失去了帮助楚风提升修为的力量，4品武尊乃是楚风目前的极限。可只是如此，根本无法击败已将修为提升到了5品武尊的左丘幽雨。而他之所以能够将左丘幽雨击败，乃是因为刚刚那一招并非寻常的手段，那是楚风最强的手段——9重天雷斩。目前为止，楚风只掌握了第1斩，可哪怕这第1斩却也具备逆战1品的力量。这也是为何楚风凭借4品武尊境的修为，却能够将左丘幽雨击败的原因。楚风直接进入了那压制段柳峰的阵法之中。楚风早就观察过了，这阵法是专门惩罚段柳峰的，对于楚风这种本身就是小辈的人，没有任何伤害。楚风很是轻松的就将段柳峰从那阵法之中拖拽了出来。虽然摆脱了那阵法的折磨，可是段柳峰却依旧十分虚弱。此时的他基本丧失了战力，恐怕只有离开这真元孤山，才能让段柳峰渐渐恢复。贤弟，刚刚那是什么手段？好是厉害，那应该不是尊境武技，似乎也不是秘技。段柳峰虽然很是虚弱，可脸上却挂着兴奋的笑容。让他如此兴奋的，并不只是楚风救了他，更多的是因为楚风刚刚所施展的一斩天雷线，连他都被惊吓到了。贤弟，你怎么如此虚弱？难道是刚刚的招式对你有负担？可很快段柳峰便注意到，此时的楚风也是非常虚弱。无碍，这招数就是这样，休息一下就好了。段兄，我先带你离开这里。楚风说话间便将段柳峰背起来。可是就当那天雷线的雷霆散去之后，左丘幽雨被斩成2段的身躯竟然有了反应。那断开的身躯
正在融合，而原本毫无生机的左丘幽雨竟奇迹般的恢复了生命特征，并且站起身来。不好，他身上有守护至宝，那守护至宝救了他一命。段柳风说道：“楚风，真是想不到，你居然还敢露面！”左丘幽雨的身躯已经彻底融合，不仅身躯恢复完整，就连气息也是恢复到了巅峰状态。守护至宝吗？应该只能救他一次吧。楚风没有理会左丘幽雨，而是先对段柳风问道：“他需要确定此时的左丘幽雨到底是不是他可以击败的。正常来说，不管什么守护至宝，都只能守护一次，除非是极为逆天的守护至宝。但据我所知，那种级别的守护至宝，他不可能有。贤弟，就在这里，将他彻底杀死。”段柳风说道。“好，那段兄，你再稍微休息一下。”楚风说话间，将段柳风放了下来，随后便看向左丘幽雨。“左丘幽雨，你真是不该现在起身，你应该装死装到底的。”楚风对左丘幽雨说道。可左丘幽雨却是冷然一笑：“楚风，你刚刚那一招应该无法施展第二次了吧？就算你能施展第二次，不在暗中偷袭，你又要如何击败我？你只能受死。”左丘幽雨化作一道流光，直接来到了楚风身前，而他手中的尊兵更是砍向了楚风的脖颈。只见火花四溅，涟漪四起，楚风凭借手中的太古英雄剑，稳稳地挡下了左丘幽雨这一击。左丘幽雨大吃一惊，他惊愕地发现，楚风的修为竟然不是4品武尊，而是与他一样，也达到了5品武尊。